假阳见真底，如何在下跌当中买进就能够上涨？这是你必须要学的蜡烛图技术。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今天我们讲的是蜡烛图技术系列的第二讲。以下呢是我们的本节视频的目录。第一部分我们会讲假阳真底的基础简单模型。第二部分我们会来讲假阳真底的优化进阶，如何去强化你在实战当中对于蜡烛图技术的一个优化条件和胜算的提高。这是我们今天要主讲的两大部分。我们先学第一部分假阳真底的基础简易模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跟随阿哲学习全新的技术分析技巧，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点个赞，并且订阅本频道，以后可以每天都来学习。那么假阳真底的基础简易模型，我们先来知道它的基本逻辑和基本的一个概念。在市场当中，这三根 K 线就构成了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假阳真底模型了。如何让我们在下跌当中也能够去买入股票，并且能够买到一个低点？首先，这整体的逻辑应该处于上涨当中的调整阶段，它应对的是市场当中的微调整，或者说小阶段的洗盘行情。这里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第三根 K 线，大家注意了，第三根 K 线它最后我们买进的 K 线，它一定得要是一根假阳线。何谓假阳线？当天虽然收阳，但是却收跌，这个叫做假阳线。那么怎么构成假阳真底？有一个动作前提条件特别关键，它是处于下跌途中，并且这个下跌呢，它有一定的力度和动能的衰竭。怎么去发现的？我们要关注它下跌途中的最低价格。这里呢，大家要听好了，它是一个关键性条件。怎么去验证短期调整它会构成衰竭？这里我们关注这些 K 线的最低价格。当市场当中我们见到了高点之后，只要后续价格出现了创出本次高点的最低价格，我们认为这叫一次下跌的构成，也是一次下跌动能、下跌风险的释放。好，那么一标注的 K 线，它除了是下跌的 K 线，同时它也是创了低点的 K 线。那么1号 K 线呢，我们就可以标注为1了，因为它是首根跌破顶部 K 线的低点的 K 线。后续价格只要出现第二根 K 线，它的最低价格跌破了标注为1号 K 线的低点，那么它则为2号 K 线。那么后续的价格只要出现一根假阴线，同时是跌破2号 K 线最低价格 K 线，这就是3号 K 线，也是假阳真底的最后一根 K 线。我们认为达到了第3号 K 线的时候，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一个是假阳线，一个是低点的创新低的数量达到了3次，我们认为这里就是动能衰竭短期调整的低点。假阳线反映当天就已经有多方的进场，我们可以跟随进场，后续价格容易触底上涨。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关键点，我们补充一下。刚才我们只是讲了创新低，也就是说市场当中啊，它只要是打破低点，我们就当它是下跌的构成，并且当它是风险的释放。像1号 K 线和2号 K 线，我们对于它的阴和阳，它的颜色是不做要求的，只要它的低点创了新低就可以。而3号 K 线，它是一定得是假阳线啊，这一个大家记住就好了。基本条件就在刚才阿哲表述的内容当中。大家如果还不理解，可以重复的观看，重复的去收听多几遍。现在我们来讲一下怎么去优化这个结构，以及为何要优化。左侧当中第一个标记的 K 线啊，大家看到左侧我鼠标的位置所指的区域，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假阳真底模型所用的案例。后续市场呢，行情非常不错，这个低点如果真的能够通过假阳真底买进，是效果特别好的。但我们会看到右侧这3个标记的位置，它们其实都构成了假阳。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标记的这3个假阳，它是否呢是假阳真底模型呢？大家一边跟着阿哲来数，一边你可以心里当中快速的去过一遍，看你是否能够提前阿哲找到这里面有哪些是假阳真底，有哪些它不是假阳真底。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刚才说到最高点的 K 线是调整当中我们去判断它能不能构成有效下跌、有效下跌衰竭的一个标杆标点。这一天如果被创了新低，则把创新低 K 线标为1，后续如果再创新低标为2，而2号 K 线之后，我们要求的是它有一根假阳线，很明显假阳线不在3号的位置，而跳到了再一次创新低时才出现，所以这一个位置所标注的阳线假阳线它不符合假阳真底模型。我们再往后看，市场反弹之后构成了一个高点，高点出现，市场出现了下跌，这里是最高价格，我们标为0。当有 K 线创了这一个0号 K 线的最低价，我们标为1，而后再创新低，我们标为2。而后如果市场当中出现了再次打破2的新低，我们标为3。而你会发现，刚好3号 K 线这一天它是一根假阳线，同时它也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假阳真底模型。后续市场我们当天可以买入，构成了反弹的开始。好，我们再往后看，这里又是一个新的高点，0号高点，如果跌破，我们认为这里是1，后续再跌破，这里是2。而很明显3号的位置它并没有出现假阳线，所以本次所标记的这个假阳真底模型只有中间的这一个它才符合条件。那么现在呢，大家肯定有一个疑惑了，你会发现的是标注了我们真实的假阳真底模型的位置都出现了上涨，那么都体现了下跌的衰竭后的上涨，但为什么一个是有效的上涨，一个呢只是反弹？那么这里我们要说一个关键的点，在做底部交易、做下跌衰竭交易，你要确定一个位置，一个叫做空间，一个叫做趋势，另外就是你要知道的是假阳真底模型它影响的范围。好，我们先找到空间的概念，市场当中什么空间、什么趋势？一般来说，如果假阳真底模型在下跌途中，我们说调整途中，你想要知道的是本次的假阳真底，它告诉你是短期调整的衰竭。大家注意了，时间上是短期调整的衰竭，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调整它不是短期的，那么你将很难把握到比较好、比较不错的上涨，甚至它不会上涨。所以你要知道是假阳真底，把握的是上涨当中短期调整的衰竭，这是要关注的。我们把前期的低点连接之后，构成了一条有效的上升趋势线，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支撑位。那么从高点下跌，我们认为它的空间应该就是在趋势线之上出现有效支撑，而你会发现明显在高点之后是不是确实出现了有效的回调，而到此处出现假阳真底，这就是非常不错的空间达到了，趋势支撑达到了，上涨途中的调整是不是在此构成，而假阳真底就是绝佳的模型所处的位置。我们去用一个 K 线组合，我们去用一个模型，你要注意的是不要只学会模型。比如说有朋友会发现，有时候像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这个位置阳包阴它能够上涨？像这里它也是一个阳包阴，它也能够上涨，是吧？那我们会发现后续的行情当中，像这边，市场当中是不是也有阳包阴啊？但你会发现它是下跌的，K 线的组合无处不在，你可以在任何一个行情阶段找到任意一个 K 线的组合，但所有都能够统一看涨，所有都能统一的看跌吗？很明显是不行的。所以在用蜡烛图技术时呢，除了 K 线本身，你还要关注它所处的位置是否符合我们所交易的概念。好，所以这第一个出现的假阳真底为什么能够上涨？就因为它所处的空间趋势，我们知道的位置都是挺不错的，挺符合我们的假阳真底的使用环境。那有朋友会问阿哲，每次找到合适的位置之后能够涨这么远吗？涨几个月吗？其实这个涨几个月和假阳真底的关系并不大。大家注意了，一般来说3根 K 线它所引导的行情，一般来说就是3到6天就已经很极限了。也就是说，本次的假阳真底它所发动的行情，其实也就
这一次的凌厉的上涨，后续再次调整之后的上涨呢，其实已经跟它没有太多关系了。某一天出现了一根阳包阴，后续市场出现了1年的上涨，你不能说是因为阳包阴的原因导致市场构成了1年上涨吧？很明显是不行的。所以周期上呢，也要有个概念，不要对于某几根 K 线的构成有太大的期望。这一个位置，它的3根 K 线所构成的假阳真底，就是短期的衰竭点，买入呢就搏一个3到6天的上涨。我们的首先使用背景和对它的期望，我们先确定好确定好。那你如果说有时候买到涨了1年双年的走运，正常来说它就应该是涨3到6天并且呢是相对凌厉的上涨。好，我们看一下右侧，关于一个 K 线的模型蜡烛图的技术，其实最好呢是它尽可能少出现。在本轮涨跌循环当中，一次上涨一次下跌当中，如果你发现某些 K 线组合天天出现，那么它的成功率肯定是不高的因为这两者肯定不可能一直，你说出现概率呢频率呢又高，它准确度又高，这是很难去两全其美的。所以呢，你要么追求的是它经常出现，但成功率呢一般，要么呢你又追求它很少出现，所以成功率会偏高，再结合我们所说的空间趋势角度，那么它的成功率就会大大增加。那你会发现假阳这一个动作它已经是过滤掉了很多调整的行情，所以呢你会发现本次的涨跌当中就只有4次，而4次当中呢就2次标准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它的效果你直接去用也还蛮不错，但最好呢还是结合上我们所讲的空间。如果你会发现在某些假阳的附近，如果能够有关键支撑位会更好因为第一个这波下跌当中下降趋势当中，第1次出现和第3次出现的假阳它不是特别的标准所以呢我们这2个支撑位呢就不用我们看这个位置所调整下来的3根阴线所构成的回调低点，它其实对于后续的行情右侧的下跌是有支撑的。你会发现这一波下跌之后出现的这一个假阳刚好是回踩了前期的低点，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空间上有支撑，下跌预期到了，而后这里的反弹会比较凌厉一些不然的话呢，下跌途中如果不是在支撑位附近出现的假阳真底，那么尽可能不要去参与。那么现在我们就讲了有关于假阳真底的优化进阶条件，主要呢是在下跌空间上做文章，找到有效的支撑，而后发生假阳真底的实际模型，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看涨的点位。这是呢关于优化的条件，一个是趋势最好是向上的趋势，我们说的一个低点抬高，在趋势线附近下跌空间有限的时候出现假阳真底模型。其次呢，我们找到关键支撑位之后做假阳真底买进，其实有一个优势在于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支撑止损位。既然我们是以某个价位做支撑，发现了假阳真底的有效性，后续买入之后我们就应该以这一个有效的支撑作为防守，价格不跌破，那么短期是不构成止损的。当然了，有盈利之后呢，我们的左侧卖点，这个以后呢会给大家去再聊聊这方面。那么关于蜡烛图技术要讲到的一些内容，今天呢我们是有比较多的去提到不管呢是假阳真底也行，其他的一个技术也一样，但凡是涉及蜡烛图的，它只是几根 K 线的，一般来说我们要去慎重的考虑它影响的范围，并且你要知道是某种组合某种模型它所适用的环境是什么，而后呢再去操作。千万不要比如说今天教了大家一个假阳真底，你说阿哲我学会了，直接我就去翻到符合的我就去买进这一个呢有2个要注意的，一个是确定它符合标准模型第二个是如果真的是买了不标准的，记得一旦出问题要止损，记得把关键支撑位找对好，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假阳真底基础模型和假阳真底的优化进阶空间那么大家呢如果是首次观看阿哲讲技术频道的视频，那么也记得呢学习之后可以点个赞，并且订阅本频道，以后呢会有更多全新的闻所未闻的一些技术分析的内容给大家分享。大家记得点个订阅，以后呢方便收到
阿哲的更新通知。那么今天先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